哇，我们过去吃饭要经过这么一个吊桥，但是这太原生态了，太有味道了。哇，在这儿吃饭这种感觉真的是别有一番风味。清迈有个区叫梅林区，它位于素贴山北侧的山脚以及山区。相对于古城宁曼来说，这里算是郊区吧。但是呢，我觉得梅林这里是清迈的灵魂，因为它特别贴近大自然。它一边是山，一边是河谷和农田，但是它又拥有国际化的餐厅、酒店和咖啡厅。甚至在市区，大家不是经常打卡排队去吃的椰子饼啊、香蕉饼啊，在这儿的超市门口就有，而且味道我自己觉得反而更好，价格还更便宜。我来清迈半年了，我就住在梅林。一开始呢，我只是觉得说这里环境好呀，安静。最近啊，我才慢慢开始发现这里给我的惊喜。这里除了比较有名的大象营、大象粑粑公园、梅沙瀑布，还有一些射击场等等，其实它还有更多的彩蛋。今天呢，我先介绍几家本地人非常爱去打卡，但是游记攻略里一般不会提的餐厅。这家餐厅叫做 River Rock， 距离梅沙瀑布很近。如果你去梅沙瀑布玩的话，从那下来可以上这里休息一下。它就在1096的这条山路旁边。哇，我们过去吃饭要经过这么一个吊桥，但是这太原生态了，太有味道了。哇，这个吊桥一直在晃，好吓人！哇，我们吃个饭还要经受一段考验，然后才能到达一个美丽的地方吃饭。哎，终于到了！走过一段幽静的小路、小花园，真的太美了，这也。这个餐厅的座位是沿着河流和岩石的那种分层布置的，可以坐在小瀑布旁边吃东西、喝饮料。稍微有一点点的吵，但是整个环境真的是没话说。它这分好几个区域，然后我们选了一个坐在这个瀑布旁边的区域，看着这个瀑布吃饭，真不错。里边还挺大的，它就感觉就是它这一家就这么一片，然后那些是一片。这一家环境好像好一些，他自己盖了一些棚子什么的，然后有好几个区域。这是肉桂的吧，然后一个甜点。哇，在这个环境里吃甜品跟喝咖啡还是非常有味道的。而且这个地方其实它离市区也不算很远，对吧？市区过来的话40分钟，距离市区比如说宁曼古城可能也就40分钟吧。我老公给我点了一壶茶，这么老热，喝了我一头汗。这个餐厅挺好的，但是它有一个问题啊，它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它没有吃饭的东西，就是它没有饭吃，没有吃饭的东西，它没有饭吃，这一点太致命了。我们想吃饭，然后它没有饭，它只有咖啡跟蛋糕，哪怕弄点简餐不也行吗？它没有饭，所以我们一会儿还得找个地方吃饭。结果搞了一个大乌龙，后来发现人家是有饭吃的，只是我老公因为没有看到饭的菜单就没有点，他也以为没有饭吃。这里的饮料人均大概20左右吧，比外面会贵一点点，但是还可以了，没有贵很多。我觉得这里真正值得的是它的环境，毕竟这种环境，这种在瀑布旁边吃饭喝咖啡的这种惬意的感觉，在市区或者其他的地方是很难找到的。我觉得大家来清迈肯定也是比较喜欢这边的比较贴近大自然的感觉吧，要不然那就去曼谷好了，喜欢都市的话，对吧？所以我觉得来清迈真正应该来的是这种地方。像梅林有很多这样的地方，特别贴近大自然。就沿着在这条瀑布往上，有很多吃饭的餐厅，特别多家，就可以直接导航过来就可以。但是来这儿呢，就是不能行程太赶，可能你在这儿一个餐厅或者一个咖啡厅，点2杯喝的，然后坐一下午，这种感觉真的是很惬意的。
这餐厅就在我的后面。第二家叫 Skywalk， 它位于山顶一个叫 Monja 的位置，我不知道我读的这个对不对，它叫 Monja， 它也是在刚才餐厅的那一条公路上一路往上走，大概20多分钟的样子，你就会看到一个停车场的指示牌。那个车是不能开到咖啡厅门口的，是要停在这个停车场里面。一个车的停车费大概是30泰铢，我记得是这样。然后呢，再步行走到那个 Monja 的那个山顶，就是这个山顶其实是有很多那个餐厅的。但是你走到这个山顶要注意，这个坡还挺陡的，就是虽然说也就可能400-500米的距离吧，但是还挺难走的，有一定的就是怎么说需要一点体力吧。然后走到头有一个 T 型的分岔路口，然后往左边走就是这个区域了。这个蒙贾呢是一个山顶观景区，这里可以看到山景和云海，有很多的景观咖啡厅，但是我大概看了一下，就是我去的这家 Skywalk 是最美的一家，就感觉你就在云的旁边，太美了。我们就坐在这儿吧。那还有好多羊，他们竟然在那个就是在一个亭子里头，好可爱。哎，那两个还堆在一起，看，堆在一起睡觉。哇，这些羊在一个很美的地方。那这羊它怎么下来呢？这个餐厅呢，它有饭也有咖啡有甜点，价格比较适中，味道居然也还可以，就不是那种想象中的景区的餐饮味道。牛油果沙冰还可以，还有一个鸡肉沙拉，嘎泡饭，咖啡。这儿吃饭这种感觉真的是别有一番风味。这个区域的餐厅它都建在山边，如果时间选得对的话，你就会像置身在云海之中。因为我们那天是中午去的，云也相对高一些吧那天，但是确实就即便是这样，我觉得也挺震撼了，就是我感觉离云非常非常的近，我就坐在云的旁边吃饭，那种感觉还是非常的不同。我的沙拉是145，嘎泡饭是110，价格比外面贵一点，但是味道还是差不多的，没有觉得说景区的就很难吃那种。饮品的话，一个是拿铁69，然后我的牛油果奶昔是80，这个跟外面差不多。那边有一个拍照的一个雕塑，是一只手，但是看着好奇怪，谁的手指头这么细吗？然后我想介绍的第3家餐厅就在河流的旁边，但是它是一个泰文名字，我不知道怎么念，我会打在这个屏幕上。它在 River Rock 往 Monja 走的那个路上，1公里左右的位置吧，就在路边上。我说的这3家餐厅都在这一条公路上。其实过了梅沙瀑布之后，就可以在公路上看到很多家这样的餐厅，他们都建在河流边岩石上，非常的原生态，就是一个垫子或者一个竹子搭的一个小小的平台呀、桌子呀，然后一个帐篷或者是一个伞之类的，就是非常的就是原汁原味的那种感觉。你也可以随便的挑一家，不一定是我说的这家，我觉得应该都差不太多。就沿着这条河，也可以说是瀑布吧，上去有很多家这样的店，然后他们都在河边支的伞，还有座位，然后你就可以在这儿吃饭，还可以把脚放在水里面。这里确实非常的原生态，所以它这里有一个我觉得最大的唯一的问题，就是苍蝇实在是太多了，而且是城市里见不到的那种巨大个的苍蝇，它都不能叫绿豆蝇，我觉得应该叫蚕豆蝇吧，就是绝对比绿豆大多了，我都没有见过这样的苍蝇，就是非常的大。他给了一个粘苍蝇，竟然是中文的。强力粘蝇胶。我在这儿吃饭唯一的问题是好多苍蝇，然后他们给了一个粘蝇板，这些苍蝇根本就不去，他们很聪明，他们就一直围着我们的菜在这转。哇，好大的苍蝇啊，这么大的苍蝇，天哪！
如果你不介意苍蝇，或者只是喝点东西就不吃饭的话，可能苍蝇它不会来，那我觉得还好，就是没有太大问题。但是如果说你确实想在这享用一顿很美好的晚餐，那这个地方我就觉得还是算了。虽然这里的感觉真的很好，小朋友也可以在这玩，我看有的人也可以带狗狗过去，就是在水里面玩。但是可惜呢，就是这个苍蝇的问题让我觉得体验不是太好，就是我没有办法去享受美景和水流，因为我一直在赶苍蝇。好了，今天我就分享这3家餐厅给大家，等我再探索一些梅林的好玩的地方，再来分享其他的。我会把我平时觉得好吃的好玩的东西或者购物的分享都放在这个田野随记的这个系列里面。如果大家喜欢这个系列的话，可以直接点击这个系列里面看我所有的内容。我们下期再见。